大家好，我是苏菲小姐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台是宾士代号 W116的，就是古董车。然后W116呢是生产在西元1972年到1980年，就是大概8年的时间。那这8年的时间呢，就是总共生产了47万辆。那我们上一台介绍的 W123呢，它总共生产了27万辆，也就是说它大概是 W123的2倍。然后这台车呢，就是它是非常稀有的，多么的稀有！你看，它是1972到1980，所以呢，最老的车呢，不是最年轻的车呢，大概也就是现在大概是40到42岁，就是这么老。你看这么老，它还是亮，你看它闪发亮，就是感觉看起来像新车一样。那 W116呢，虽然比123就是多了快2倍，可是在台湾呢，116是非常非常稀有的，多么稀有？就是赫曼先生说呢，他在这10年间只在台湾看过3部 W116。那 W116呢，它的上一代是 W108。那108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有一部就是介绍108的影片。那108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它的前面的车盖这边是圆圆的，然后屁股也是圆圆的，然后天花板也是圆的，然后很多灯就都是圆的，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很像一部南瓜马车。所以坐在里面的是灰姑娘。然后就是不行，灰姑娘这样子买不起，真的只有仙女变才可以变出一台108。然后这台车的特色是什么呢？这台车的特色就是，你看它有很多的这种，就是它这边都会有那个各种的，就是有点像菱形的那种弧度，就是看起来很像金刚战士。所以呢，这台车呢也是宾士所有车里面车壳最硬的一台车，就是它车壳非常的硬，所以呢，非常的安全。但是呢，通常这个比较硬，但也比较厚有一点点，但是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坚硬。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听一下它关门的声音，它跟其他车关门声音都不一样，其他可能是锵，可能是哐这样，你看就知道它声音到底有多么重的那个车门。然后宾士呢，就是 W116呢，在1972年的时候呢，是第一部就是车子变成横灯的车子，之前的108跟111都是直灯的。然后它是第一台变成横灯，所以它的后一代的126开始就是车子都是有横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灯的这个地方，它的灯就是很特别，就是它除了是横灯以外呢，你看它侧边这边有灯，那侧边的这里呢是方向灯，就是它是第一台就是可以从旁边的车子也可以看到方向灯的车，因为以前的车子方向灯都是只有在前面跟正后方你才看得到，旁边就看不到。所以这台车是你在旁边也看得到，所以你以后就是像116之后，在旁边也可以知道，它要左转了，它要右转了，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从旁边看到，那就比较安全。然后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圆圆的灯呢，就代表它可能是就是美规的灯，因为美规的灯就有很多圆圆的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就是从116开始的，你看它这样一条一条的呢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呢，可能雪会卡在这个中间这里，然后呢，它就是雪卡在中间这个凸出来的地方，它还是可以亮，就是还可以看到它的灯这样子。W116呢，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生产的嘛，1972到1980，所以呢，这台车已经40几岁了。你看40几岁、40几年前的车，它这台车居然有 ABS 刹车跟定速。定速以前就有定速了。以前人会用定速吗？我是就是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定速这种东西。我以前开车是不用定速的，就因为觉得就是脚的肌肉很强，可以一直踩这样。然后这一台车呢，就是有超长的 ABC 柱，就是这里跟那里，因为它有就是最坚强的、最厚的钣金。那这个钣金呢，是所有宾士车里面最硬的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，就是我如果把门哐关起来会是什么声音呢？
哦，大家有没有听到它的声音？就是你可以近一点拍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声音是非常响亮的。你看，有 echo， 再一次哦。你看哦，噔，有没有？大家听它的声音，它就是很重，这样。有没有？有 echo， 很厉害吧？对，所以就是这台车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。我们来听一下后门的开门的声音，它会有很清脆的咔咔咔2声哦。有没有？刚刚我用力推了一下，我让它自己去绑。它还有回音哦，在停车场里面还有回音，超厉害，因为它超级无敌重的，就是有没有听？超重的。就是手用力打会痛，谁没事会去打车？好，车子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台是280 SE， 然后它的那个后面的保杆呢，跟前面一样，就是像龙的胡须一样，你看到就是双层保杆，然后还有前面这个凸凸的，然后这个呢是特别另外加上去的，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安全，所以我加装了这个。然后它是银色的车子哦，就是 W116 呢，它是生产在1972到1980。那这个时段呢是普普风的艺术，所以普普风呢是有很多就是非常多的颜色啊，所以这个银色、白色跟黑色这种就是车子比较常出现的基本款的颜色呢，其实就是很少见的。它一般来说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，可能黄色啊、水蓝色啊，然后或者是红色啊，就是各种不同的颜色。所以银色的车呢，这种很基本款的颜色的车是非常稀有的哦。所以这台车是非常稀有的车。W116呢，它有几种形式，就是像这一台的话呢是280 SE， 然后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，像这个是280的，它有应该说 W116 有280的 S， 就是2800cc， 然后是化油器的，然后也有280 SE， 就是它是机喷的，就是 2800cc， 然后机喷的。然后，那它的压缩比呢是9.0:1，所以它吃的汽油可以吃90号汽油。那在台湾就是吃92的汽油这样，哇，我又吃好一点点呢，就是比90好一点。因为在那个就是美国的话有90号汽油，可是台湾没有这样子。然后它除了机喷的以外呢，就是其实280 SE 它还有电喷的，就是它有2种不同形式的。那它 SE 它还有 SEL， 就是比较长，就是比一般的 SE 再长的10公分。因为这台车呢，我等一下介绍一下里面哦，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是后座也是老板座哦，因为它后面有老板的那个座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介绍。那除了280以外呢，就是这台车还有就是350跟450的。那450呢有一个特别款的呢，叫做6.9，就是 6900cc。那它6900cc 的这一台450呢，就是它在4000转的时候呢，它的马力可以到282，就是4000转的时候就282，你看就是超猛的，就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款。那赫曼先生呢，就是他有调过的车是450的，就是他有调过一台450的车子。那这台车呢，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了呢？就代表说赫曼先生又维修了它一下。那维修了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说过，就是宾士车开古董车不可以只是在路上是一个古董。因为这台车可能之前在发动的时候呢不是这么的顺畅，就是它可能在冷车的时候稍微还是可以好发动，但是热车的时候呢，它可能就会发的没有那么顺。就是说我开车去 7 买一杯咖啡，就是停车然后买一杯咖啡上来，车热热的，你可能会发不起来。我觉得这样子就可能就要在 7 外面屌加。所以呢，就是这台车主就特别找赫曼先生帮他调了。那除了我们调整了，就是发动的地方现在是顺畅的，就是都可以很顺利的发动以外呢，也让这台车的速度变得就是比以前快很多。所以呢，就是它不会只是在路上给人家看的车子而已，它
就是就过去了，你可能来不及看它，它就走掉了这样。这台 W116呢，在台湾，我要说在台湾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特别的贵。那这台 W116不是这一台，就是 W116呢，在1978年，大概是民国68年左右的时间，一台呢售价是卖239万。我还想了一下，就是23万，不是239万台币。那大概在就是民国68年的时候呢，西门町的就是5坪的套房，一间是4万，所以大家可以买，是5万，大家可以买40间的西门町套房。然后那时候中和呢，就是可能那个公寓吧，25坪的公寓才20万。你看可以买多少个公寓？然后中立呢，就是25坪的透天厝呢，也才5万块而已，就是可以买60个透天厝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开这个呢，开W116呢，在民国68年，不是开一栋房子在路上跑，是开40-50栋房子在路上跑。它是开一个小镇在路上跑，就是一个镇哦，就是它在开出去的时候，感觉旁边还有扩张更大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如果可以看到开 W116的，一定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 W116才在台湾这么的稀有，因为不是一般人能够开它的。看一下，就是我们要介绍这台车的内装。那这台内装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厂的，所以它很珍贵厉害，就是一个古董开的古董，真的是古董车，因为里面都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很酷的深蓝色的内装。那我们说，就是这台车的时代是瀑布风嘛，那瀑布风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颜色。那虽然说它没有展现在，它用一个朴素的银色外观，但是它用了一个就是花俏丽的内装，就是一打开门你会觉得，居然是蓝色的耶！就是我本来以为是黑色，不是，是蓝色。然后你看它怎么个蓝法呢？就是这边是蓝的，而且它这个地方还稍微翘起来了，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面看，你看外面看。它居然就是这个地方比窗户还要高哎，就是这个地方这里，对，然后像这种格子压纹的，就是这个那个的布面，然后这边也全部都是蓝色的，就是真的是很神奇的颜色。然后你看里面的内装也全部都是蓝色的，如果是再亮一点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真的是它蓝的，就是是那种高雅高贵的那种蓝，还不是那种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像小朋友的那种蓝色这样。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呢，就是这个里面，你看我们要再看一下，连这边你看，连踏上来的这里都是蓝色的，而且它有原厂的脚踏垫还是蓝的，这里也是蓝的，这里也是蓝的，全部都是蓝色的。那这台车呢，就是它的里面跟其他车长得不太一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。对，就是你看到这里，你会觉得，怎么跟之前的车都长得不太一样呢？就是都是它的就是原厂的内装，然后它这边的按钮呢，全部都是直的，然后它不是用图片来表示它是什么，它就是直接写文字在上面，所以这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，就是那个要算是什么操控面板，因为一般都是横的嘛，省空间，但这居然是直的，就是居然是直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蛮华丽的，因为它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就是我可以给它一个很大的面板，然后放小小的按钮，我就是开心这样子，就是很酷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
这个盒子是应该是外加上去的，因为通常北美款的呢，它下面就是空空的，就是通常玫瑰的这边都是空空的，就没有盒子，所以它另外加了一个盒子在这个上面。然后你们要看，你看椅子的这个皮也都是蓝色的，然后这边也是蓝色的，就是俏丽蓝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后座。那这边的后座呢是非常宽敞的，你看就是脚可以伸蛮长的。那它的后椅带是 W126，所以它其实跟126一样，就是有很宽敞的后面老板的座位。那这边老板的座位呢，我发就是这里有后面有老板灯，老板灯在哪？老板灯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边有个老板灯，然后可以这样开，老板看书跟看报纸，还有办公的时候用的灯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超 special 的东西，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，一般来说呢，大概都只有这样的长度。我发现 W116呢是这么长，就是多怕飞出去啊！就是这台车到底多怕后座的人，就是会飞出去，要让它抓这么宽，所以我们可以。就是他手这边握的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的长，从这里一直到到这边，你看多长，就是已经是整个门的上面的那个长度了。就是后面这里呢，也有一个救护箱，这里，嘿，看一下。当然是这个是德国的救护箱，这边有写 Germany。你看后面还是蓝色的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救护箱，我觉得救护箱真的是我的兴趣，就是收集那个宾士古董车的救护箱。然后这个救护箱呢，你看这边是 Germany， 所以它是德国的救护箱。那德国的救护箱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很多，然后很多的纱布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摆得非常的严谨。那我发现了一件很 special 的事哦，就是这跟我以前开的同款的救护箱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一定有人打开了收不回去，因为它塑胶袋很多。你看这个夹链带应该是这应该是比较新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一般德国款的不是夹链带哦，它一定打开收不回去，因为我以前打开也差点收不回去。就是你看，它把它包成3个，好聪明哦。然后你可以看这边很多纱布，然后我还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少一个纱布哎，不是受伤，就是拆开了以后装不回去。那我把它放回去。然后你看这边还是一样，德国款就是很多纱布，而且德国款的都会有一支粉笔，就是可能有事故的时候要让你在地上写字嘛，所以它都会有一支粉笔。然后你看，多怕血洗不干啊，就是会有一大堆的，就是各种的纱布，大的小的啊，三角巾都会有，而且它很贴心哦。它还有一个急救的，就是说明书，就是教你如果就是要急救的时候啊，你应该要怎么说，就是怎么急救。它连你看噎到，就是都跟你说要怎么。你看就是各种急救的说明书，就是我觉得德国款的通常在急救箱方面都很细心。它还有剪刀，就是让你剪纱布的。然后这也是绷带，但我觉得里面好像少了什么，因为我以前拆过别的急救箱。好，就至少它的急救箱都有在，是什么东西都在这样子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急救箱的介绍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来绕这个 W116一圈，然后来欣赏一下，就是它的不同的美感。就是我们可以看，你看它的就是雨刷，它的雨刷呢是同方向的雨刷，而且它比108的雨刷好像再长一点点，有吗？有长一点点吗？对，有长一点点。赫曼先生有点头，所以有长一点点。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弧度呢，就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，就是它看一下这边，你看它都是这样凸出来，就是那种有棱有角的弧度这样子。然后它的后照镜呢是银色的，是银色的壳这样子，就是还是要展现一下它普普风的虚滑感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是它的排气孔，就是排气孔在后面，
所以我可以就近一点看它的排气孔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它的排气孔它设计呢都是有那种就是火箭的那种造型，就是太空时代年代设计出来的东西。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加上这个是加装上去的，就是以前本来是没有的。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发现它加油的这个呢，是跟人家长得不太一样。是它加油的这个盖子呢，你看，噔噔，是可以翻下来的，而且它有弹簧哎，就是它会自己端回去这样子，弹回去，所以就是你看这个，我就觉得这个很酷哎，这只要被小朋友发现啊，你就完了，就一直玩这样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这是整体的这个造型呢，其实就是非常的，应该是说，就是除了有艺术感以外，就是有点像古董车，但是好像又带一点什么其他不同的感觉在里面这样子。所以它开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不会只是觉得它是一台古董车，它是个艺术品。是开一台艺术品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小镇，开一个小镇在路上。那就是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W116的古董车。那下次呢，就是凤曼先生如果在修别台车的话呢，就是我可以再介绍别台车给大家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点击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帮我按赞，还有分享，这样子我就会更有动力帮忙介绍影片。这样，拜拜。